King 开始锻炼肌肉 ，S 级英雄们如今的现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灵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《一拳超人》原作版第20篇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5只龙级怪人齐登场，分别被闪光 Flash、龙卷、Genos、Blue 以及奇遇给干掉。但怪人被消灭，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，似乎有着更大的灾难在悄然降临。英雄协会总部，协会人员单独把龙卷叫来，告知他，一个由11名超能力者组成的犯罪组织盯上了龙卷的性命，其首领名为天道。一听到天道2字，龙卷瞬间就回忆起了那令人作呕的过往。他们对刚出生的婴儿强行进行药物实验，企图量产超能力者，必须将其铲除。龙卷应道，他也正在找那些家伙呢。同一时间，闪光的 Flash 也被协会人告知，今早上突然出现了一封信，是指名交给 Flash 的。废界之众在村子里遗迹等着你。一听这名字，也勾起了 Flash 的回忆。废界之众那曾是忍村时期的一个敌对组织，并不从事暗杀工作，而是遵循某种特殊的观念，将减少人口作为意志。协会询问道，要不要派人先去调查一下，被 Flash 回拒了。那可是连曾经的忍村都万分戒备的组织，非常危险，还是由他亲自处理吧。另外，关于最近怪人频出的势头以及新组织 New Heroes 的表现， Flash 对协会人说道，这种情况就该把每天爆发的怪人交给 New Heroes，而像我和龙卷这种战力，就该专心处理龙级灾害和 S 级通缉犯，以及剿灭犯罪组织这种。协会应该放下面子去辅助 New Heroes 才对。要是觉得不甘心，把爆破交出来不就行了？竟然让自称爆破儿子的人被称为救世主。所以说你们要明白，缺的不是英雄，而是像 New Heroes 一样有脑子的职员。这番话虽然不太好听，但协会人也知道情况确实如 Flash 所言。前不久打败的5只龙级怪人，让城市被破坏得满目疮痍。龙卷受到市民的责备 ，Flash 和背信尊者也没能从毒烟中将城市拯救出来。魔鬼改造人虽然显身于怪人，但被市民目睹后，反而成了引起人民不安的因素。唯一值得表扬的，就只有打败了双头慢龙的 New Heroes 首领 Blue。城市损坏不大，本人更是无伤消灭怪人。当然，还有一只被英雄迷受害者组织消灭的龙级，一方面不明真伪，另一方面协会不想和这个组织有过多纠缠。但只要龙卷和 Flash 能成功消灭那2个邪恶组织，就能再次展现出 S 级英雄的压倒性强大，多少就能恢复些协会的存在感吧。与此同时 ，New Heroes 一片也随时关注着 S 级英雄的现状。除了龙卷和 Flash 外出做任务，诸神在粮仓里随时待命，但由于缺乏机动性，在怪人出现时难以与之配合。原子武士和弟子3人提交了停止活动数周的申请，似乎是对自己实力感到不安，去修行了。没错，正是因为前不久被 King 的苹果斩给吓到了。金属骑士完全没动静，有情报说是和协会产生了矛盾，很可能是担心金属骑士万一发起军事叛变的状况吧。警犬侠对外界毫不关心，一直守着 Q 市，当下也只有 Q 市治安非常稳定，房价都快和英雄协会的避难所公寓一样高了。King 毫无音讯，但可以想象到他应该和龙卷和 Flash 一样进行着和邪恶组织对抗的任务吧。可实际上没人会想到 King 一直在家里锻炼肌肉呢。僵尸男和 King 一样下落不明，不过按照僵尸男很少擅作主张的性格，很可能是陷入了危险状况。要是有线索能救助他，或许就能将其拉拢到 New Heroes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此刻的僵尸男正在进化之家，接受基诺斯博士的摧残。驱动骑士一直在安稳的讨伐怪人，是英雄协会眼下唯一值得信赖的 S 级英雄。背信尊者还在医院进行体内毒气的排出，预计明天就能出院了。性改囚犯从各地的监狱中选出了一些囚犯，进行着刑事辅助的指导。下次怪人情报拉响，他就要带着这些小弟们去讨伐怪人了。还有刚打完龙级怪人的魔鬼改造人在修理身体。以上便是他们调查的 S 级英雄们的现状。听完报告的独眼负责人冷哼一声，表示这种节骨眼受限的 S 级英雄竟然这么多，看样子已经打算把怪人事态交给他们 New Heroes 了。果然，他们 New Heroes 才是现在时代的中心。与此同时，童帝一边来到了龙级之战保存较为完整的双头慢龙处，身上背着机密仪器，准备好好调查一番，说不定就能查明同时出现5只龙级的原因。果然被他检测到，在怪人的头部有一块很小的金属片，书包里探出个钻头，探入怪人脑袋，很快便取出了一块比指甲盖还小的金属片。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微型电子芯片。一时半会儿，童帝也搞不清楚这个用来干嘛的。突然间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在干嘛呀，童帝？”来人正是偶像英雄威比加莎。突然的来人给童帝吓了一跳。威比加莎表示，他等着上头的指令，正闲着呢，所以来找童帝聊聊天。说着便一跃而起，靠近了童帝。从背后才能看到他背着的手似乎蠢蠢欲动，而童帝的小背包也弹出各种武器，气氛似乎不太对劲。同一时间 ，New Heroes 总部，前不久包庇在诡计怪人手下的宗教家和资本家被警卫员带走后，竟然在第2天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厅里。这2人，不管是宗教家手里数不清的信徒，还是资本家手里雄厚的财力，对 New Heroes 来说都太过重要了。
但当天两人才刚被打倒，New Heroes 警卫员立马就出现在现场，跟事先知道了一样。这一幕全都被金属球棒看见，今天便来的组织准备问一问这其中缘由，结果果然被告知死而复生的两人也已经成为了改造人。警务员艾利明解释道，不管是不是致命伤，只要脑子没受损，他们 New Heroes 便有技术进行改造治疗。当然，仅一个晚上就改造复活，这项技术目前只有他们组织内部才有，所以也难怪金属球棒会怀疑呢，并告诉球棒，要是他以后也受重伤的话，可以尽情将身体交给他们，保证在治疗后会变得更强。球棒冷冷地回应道，你们那可不叫改造，从那两人的眼睛里能看出，曾经的野心和霸气全都没了。我直说吧，要是你们在背地里动些歪脑筋，我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们不说，我也会调查到底。见球棒的态度坚定，警务员德斯特罗脸都黑了，但一旁的艾利敏突然笑着表示，那既然这样，就请球棒先生去我们的改造室看看吧。回到另一边，佟丽和维比加莎并没有想象中兵戎相见，反倒是聊了起来。维比加莎一直以甜心假面为目标，立志要成为既是偶像也是英雄的巨星，结果没想到甜心假面的真面目竟然是怪人，所以他便想问问佟丽，英雄协会是明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却故意隐瞒的吗？佟丽沉思片刻，回应道，我觉得并非如此，英雄协会还没烂到能容许这种事情的发生，是甜心假面的伪装太过完美，导致所有人都被察觉而已。但尽管如此，我对英雄协会也有很多不信任的地方，就算没有收到 New Heroes 的邀请，我也准备退出那里。一听这话，维比加莎又问道，那你信任 New Heroes 吗？怎么说呢？目前还不清楚。维比加莎小姐呢？你又是怎么想的？维比加莎笑着表示，她已经想通了。这个时代的偶像最需要的东西，不是外貌，也不是歌声，而是超越这一切的强大。可即使他接受了各种防身术和野外求生的种种训练，也没能通过职业英雄的考核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一家专门研究改造人的公司找上门来，正是和 New Heroes 相关的公司。为了变强，他接受了改造，成为了 New Heroes 的队长之一。佟丽回应道，得偿所愿，那不是挺不错的吗？维比加莎接着说道，但作为代价，他现在的身体不去 New Heroes 进行定期维护，就活不了太久。所以不管他是否信任 New Heroes， 他今后都无法离开那里。但他并不后悔，毕竟是自己选择的道路，怪不了别人。佟丽在听完后也感慨道，他要是也能做出不后悔的判断就好了。说到这时，维比加莎的通讯细响了，是 New Heroes 负责追踪甜心假面的队伍打来的，想着让维比加莎打败甜心假面会带来更大的宣传效果，可识别系统一直无法找到甜心假面，想必是利用变身能力躲进人群里了吧？真是遗憾，原本还想亲手送他上路呢。一阵寒风吹过，两人的背影现出一丝落寞，在维比加莎脸上一闪而逝。跳下了怪人身躯，维比加莎向佟丽告别，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吧，佟丽君。等人走后，佟丽又拿起了那块芯片，时候差不多了，他也该行动了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《一拳超人》原作版第20篇的全部内容了。这一期并没有精彩的干架环节，主要是交代了 S 英雄们的现状，包括 King 在内，很多都在寻求新一轮的蜕变。而只身调查新组织背后秘密的金属球棒，以及探寻怪人出现原因的佟丽，又会引出什么样的事态呢？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关注和订阅哦！在麒麟主页还能找到重制版的解说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